这就是园里最大资产啊！你就是那个接盘侠。你会说话，还知道接盘侠？老子刷短视频学的。你们人类造词的水平比造奶茶差远了，但这个还可以。金老板别怕嘛，我们都是正经妖怪。咣咣咣咣咣咣咣！新老板好，老板你闻到了吗？闻什么？锅气。你锅里连空气都是凉的，那是你境界不够。如你所见，这个动物园最大资产不是动物，事情还要从1天前说起。一楠啊，公司推行全面 AI 化转型，情况你也知道，我们真的很遗憾。好，你怎么这么冷静？你这样不哭不闹，显得我们整个高管层很蠢啊！老板，那是我自己开发的 AI 工具，你们拿它取代我其实挺想看后续的。能不能别这样说话？没事 ，AI 不会觉得你蠢 ，AI 没有感情。喂，请问是楚一楠小姐吗？我是陈律师，您的姑姑楚云飞女士于上月去世，根据遗嘱，她名下的南山动物园由您继承。陈律师，我先确认一下，你说的动物园是那个有活物的动物园？动物园一般都有动物。不是，我的意思是我姑那个动物园还活着？取决于您对活着的定义。懂了，半死不活。那什么，陈律师，这动物园值多少钱？能立刻折现吗？恐怕不能。目前动物园负债约5000万。楚小姐，我在做心理建设，您等会儿。行，负5000万也是资产，这事儿虽然很抽象，但我命硬。接了，更新人生进度条，刚被 AI 替代，现在又继承了一个动物园，附带5000万负债，双喜临门。好消息是园里有只熊猫，坏消息是有国宝都能亏本。楚小姐，您选的地方真是非常有生活气息。陈律师，我刚失业又刚继承5000万负债，你指望我带你吃米其林3星？废话少说，上账单。给您报一下，南山动物园目前负债总计约5000万元。报，我撑得住。首先，员工工资欠了6个月，动物饲料切款3个月，水电费再不交，明天就得停。除此之外，还有一笔民间借贷。我想问一下，这债务结构是谁设计的？我姑是开动物园还是搞行为艺术？楚小姐，这个问题超出了我的专业范围。你刚才迟疑了，你迟疑的那一秒，说明你也觉得有可能。园里现在到底还有多少喘气的？登记在册的有1只熊猫、1只金丝猴、1条青蛇、2只八哥、1只天鹅、3只羊驼、5只梅花鹿，还有1只小熊。等等，熊猫，登记证上写的是大熊猫还是小熊猫？登记上写的是小熊猫，但实际呢？实地照片看起来不太小。不太小是多小？黑白相间。小熊猫不是黑白的，所以我说不太小。我姑用假证养国宝？严格来说是，证是真的，只是上面的品种写错了。这是写错吗？这是把霸王龙写成壁虎，这是把老虎写成橘猫。你看看，他连脾气不好都用这么小的字写。可能是觉得写大了显得心虚。我姑写了一封遗嘱级别的信。准确来说，有2个负面信息点：别卖和脾气不好。唯一有用的内容是警告。这确实是我姑写的。楚家祖传沟通风格。陈律师，我姑是不是还欠了那只熊猫的钱？楚小姐，您姑和那只熊猫之间的事情比较复杂。你每次说比较复杂的时候，都意味着后面有个天坑。所以什么时候带我去看我的负资产？明天早上9点，我在动物园门口等您。行，记得穿耐脏的衣服，带上防爆盾。为什么？根据我姑的做事风格，那个会喝奶茶、脾气不好的大熊猫，大概率不是用钱能解决的问题。第2天，只有我自己来到了门口。破败程度超乎我的想象。你精神状态还好吗？不太好，但绷住了。绷不住怎么办？那就发第2条朋友圈，标题从互联网打工人到动物继承人，我的人生一直在抄底。唉，你倒是很清醒。不清醒能怎么办？我又没 KPI 了，现在我的 KPI 是活下去。楚小姐，叫我外号也行，楚老板、楚园长，或者那个背了5000万巨债的大冤种，都可以。动物园现在什么情况？快倒闭了。很直接，我喜欢。还有游客吗？
上个月来了4个，不少啊，这还能吸引4个人？其中3个是跟着高德地图走错路的，还有一个呢？讨债的。他买票了吗？买了。他说来都来了，不如顺便逛一圈，看看有什么能拿去抵押的。这是我们园这个月最大一笔门票收入。对，35块，我还给他打了8折，真有节目效果。先见一下园里最大资产。你就是那个接盘侠。看起来确实不太聪明的样子。你还会说接盘侠这个词？老子刷短视频学的。你们人类造次的水平比造奶茶差远了。如您所见，本园最大资产不是动物，是妖怪。我能录个视频吗？录啥子录？过来，让老子看哈。他平时不这样。哼，平时也这样。你会说话？废话，不光是说话，老子还能喝奶茶。人类喝奶茶，人类造的这玩意儿安逸惨了。你喝了多久了？100年。哦，不对，奶茶才出来几十年。老子叫老猫。这片山头的熊猫要虚岁5倍，按妖怪标准算青壮年。所以你跟我姑什么关系？楚云飞啊，他答应过老子，每个月给老子点奶茶外卖。结果上个月人没了，外卖也断了。所以你惦记的是奶茶。楚云飞死前说，新老板会把奶茶续上。他说错了，新老板现在自己都快喝不起奶茶了。哈哈哈哈，有意思，比他姑有意思。我姑什么样？好人，就是脑子不太正常，属于那种欠了3000万还敢赊账给老子点奶茶的人。老子当时就想，这人类要么是菩萨，要么是会计没学好。动物园亏了3000多万，还天天跟老子说动物园一定能好起来。园里的妖怪吃的喝的住的都是楚老板自己贴钱。他哪来的钱？最开始有点积蓄，然后呢？借钱，然后呢？继续亏。行，这很楚家。新老板别怕嘛，我们都是正经妖怪。怎么个正经法？按时吃饭，偶尔钻空子。华青青，没有钻空子，只是合理利用规则。比如农业生产者销售自产农产品免征增值税，我们园里的竹子算自产，老猫吃竹子4舍5入，老猫的奶茶成本可以抵扣。你再说一遍，我再说一遍。我说了，合理利用规则。完了，这动物园不光亏钱，会计路子还特别野。老板，你说话好伤人，我可是有会计证的。蛇也能考会计证？蛇行的时候不能，那人停。楚棒棒又去偷菜。不是偷，是借鉴。隔壁农家乐的葱种的好，我拿回来研究研究。借鉴需要连根拔，那叫深度借鉴。借鉴需要把人家一整朗葱都薅了，那叫全量借鉴。楚棒棒，金丝猴妖，厨艺狂热爱好者。他经常溜出去，1周至少3次，偷的都是，主要是葱姜蒜，偶尔还有腊肉和豆瓣酱。新老板好，老板你闻到了吗？闻什么？闻到了吗？闻什么？锅气。你锅里连空气都是凉的，那是你境界不够。他平时也这样，只要醒着就在琢磨做饭，只要醒着就在颠那个空锅。那挺好的。不太好。为什么？上个月他偷了隔壁农家乐一坛泡椒，人家差点报警。还有一次他偷偷用园里座机打电话叫外卖，叫了6份水煮肉片，留的是楚老板的名字。我姑知道吗？知道，楚老板付的钱。为什么？因为确实好吃。楚棒棒吃完之后复刻了一版，这个方案不行，再改一版。这2只也是妖怪，客户没问，需求不明确。八哥和哥巴，一个是甲方心态，一个是乙方心态。什么心态？职场创伤后遗症。新老板涨工资，我刚来3分钟，试用期也要涨，而且没有试用期，我们单方面宣布转正。他们之前是干什么的？互联网公司出来的。看出来了。我自己也刚从那边出来。这个方案不行，加钱！嘎嘎！我刚来3分钟，涨工资。他们能记住听过的任何声音，而且能一模一样再放出来。咕咕，包括电话里的声音、广播里的
这东西用好了就是神器啊！楚老板当年也是这么说的。老板好，你是？大鹅，负责园区安保。工资多少？包吃包住。包吃包住，月薪3000。欠了6个月。唉，我都不好意思催。你最正常。谢谢老板。但你是妖怪。是的。你会说话。是的。你穿着保安制服。是的。而你欠薪6个月还在上班。老板，你说这话的时候表情很像我前老板。前老板什么样？也是欠资的时候说我最正常。姑啊，咋不把债一起带走？园里一共这些妖怪，老猫是熊猫妖，活了500多年；花青青是青蛇妖，会算账；厨棒棒是金丝猴妖，会做菜；八哥和哥巴是8个妖，很忠心；大鹅是天鹅妖，负责安保；还有羊驼3只，梅花鹿5只，1只小熊。羊驼、梅花鹿、小熊都是小妖，刚开灵视不久，还不太会说话。老相，你是人吗？我是。那就好，我确认一下。动物园不能卖。为什么？这些妖怪不能流入社会。行，那现在的问题是，欠债要还，饲料要买，游客要来，场馆要修，妖怪要管，钱呢？没有。现在什么最值钱？流量。流量能换钱？能。我上一份工作就是做新媒体的，这我懂。现在的互联网，只要有流量，猪都能飞。那猴子呢？更能飞。我们先拍短视频。园里最大的卖点是什么？妖怪。对，但普通人看不出来。人类有时候很迟钝，所以我们要拿捏好尺度，要让他们觉得这动物园好有意思，而不是这动物园好诡异。这2个的边界在哪儿？就是熊猫喝奶茶是好有意思，熊猫用四川话骂你是好诡异。老子从来不骂人。你看这句话就在边界上。所以咋个整？拍老子喝奶茶？你一天喝几杯？3、4杯，看心情。能品出配方？不是老子吹，一口下去，茶叶产地、奶精比例、糖度、珍珠煮了多久，老子全喝得出来。这就对了，你就拍瓶奶茶。啥子意思？网红猫大盲品奶茶，一口爆配方。老子不是猫，是熊猫。在互联网上，熊猫比猫更值钱。真的？真的。你知道熊猫在互联网上什么地位吗？顶流。一辈子是好久？按你的妖龄，少说是几百年。那你先算哈，一天4杯，1杯15块，1年365天。你自己算的不是挺清楚的吗？哼，老子只是确认哈你的数学水平。拍，但是老子不喝植物了的，那是底线。你还有底线？喝了500年茶，底线还是有的。你负责做账和财务公开，把园区的穷展现出来，破产动物园努力自救的故事。可怜营销？不是可怜，是共鸣。当代年轻人谁不是一边咬牙一边往前走？懂了。但财务公开要有度。放心，数字的艺术我懂。你又开始合理利用规则了？没有，这次是合法合规的。在大多数情况下，猴子做菜拍川菜教程，猴子颠勺，谁见过？早就想拍了，我的水煮肉片、辣子鸡、回锅肉。等等，你先别急着列菜单，拍之前要写脚本。啥子是脚本？就是你先听我安排，你们俩。这个方案不行，再改一版。不给你们改方案，给你们一个任务，园区巡逻，看见什么不正常的就汇报。收到。涨工资，这次没说涨工资，忘了。收到，涨工资。他们这病能治吗？楚老板试过，治不了。什么方法都试了？试过给他们报了个疏导课。八哥听了1节之后评价，这个方案不行，再改一版。好，我现在是自媒体运营、财务公关、脚本策划、心理辅导以及一群妖怪的老板。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什么？这园里除了我，到底还有没有正常人？小熊。小熊？他还小，灵智刚开，暂时不会说话，也不会偷菜，也不会钻空子，也不会复读你的声音，每天就是吃东西、睡觉、打滚儿。你刚才问的那句话，楚老板5年前也问过，一模一样的原话。开始加班了。直接写妖怪，会不会太什么？太坦诚？太招摇？老向，你想，普通人看见妖怪觉得是玩梗，
妖怪看见觉得我们坦诚，监管部门看见觉得我们边界清晰。真有监管部门？有，全称是异常生物与非人类智慧体联合协会。这个方案不行，建议重新命名，加钱。你们俩连监管部门都想接外包，全称太长，影响沟通效率。那就叫它妖管协会，你们觉得呢？这个方案可以上线。看到没？连2只职场 PTSD 鸟都觉得我行，你担心什么？你不是要拍视频吗？老子刚好要评新到的茶底，拍现在，趁老子还没喝。你早上6点喝奶茶？品茶不是喝，是工作，区别很大。区别在哪儿？喝是享受，品是上工。老子品完了才能去睡回笼觉。第一杯茶底是闽南乌龙，奶是植脂末，糖度12%，珍珠有点硬，这杯不行。第二杯滇红底鲜奶黑糖挂杯，珍珠 Q 弹刚好，这杯及格。20万了，50万了，100万了，100万。100万是啥子？100万？100万是啥子概念？相当于全中国有100万人看你品奶茶。那他们晓不晓得老子用的不是植脂末？老子的品味代表了熊猫界的形象，不能垮。老板，网上说的新中方是啥子？一个教人做菜的地方。在哪里报名？你不需要。老板，你失败的时候比成功的时候更像在上班，本来就在上班。成功的时候你像开了3倍速，失败的时候你像被迫降速拉片，每一帧都在看。你这条蛇说话怎么越来越像我之前的直属领导了？你之前的领导什么样？也是在我犯错的时候一句话不说，站在旁边看我改。你们搞财务的是不是都这个风格？不，只是你不需要安慰，你需要把问题想清楚。我给你空间，谢谢。不用谢，记在公时上就行。动物园成功报告。楚小姐，10年了，我好多年没见这么多人了。老向，别急着感动，先把情绪收一收。为什么？这可是历史性的一刻啊！因为南边的2个厕所堵了，里面的水位马上就要漫过马桶边缘了。终于舍得改了说。你以前为什么不让他们改？你不知道自己是一坨大熊猫吗？楚云飞说办大熊猫的手续太麻烦了，小熊猫好办，填张表交200块钱，下午就能把证拿下来。所以你心里很清楚自己是个无证黑户。老子又没得选，你姑当时问老子，你想当填18张表等3年审批的有证大熊猫，还是下午就能喝上冰镇奶茶的无证大熊猫？老子说这有啥子区别嘛？拿奶茶来。上次的奶茶品牌想找我们接合作，哼，不接，让他们爬。人家开的价能在3环内买套房啦。那个破奶茶哦，我喝了一口，差点遭吐出来。就算现在给再多钱都不得干。万一后头有人翻出来说猫大严选，居然推这种香精奶茶，我在熊猫圈子头的脸面直接就丢完了。你们人类讲的是口碑，我们妖界说白了就是千万莫把自己的饭碗搞脱了。扣除平台抽成、税费、工资预支、饲料、水电维修，剩余可用资金26万。终于不是负数了，家人们，这是历史性的一刻，我不用去天桥底下要饭了。老板，感动的有点早。为什么？讨债的打上门了。楚云飞欠的钱，现在谁还？我，楚一南，现任园长。刘老板，你这利息年利率超过 LPR 4倍喽，超过部分不受法律保护，法院不认。建议你回去把民法典第680条刻在脑门上复习一下。小丫头片子，跟我讲法！你们动物园保安是只天鹅？对，我被欠了6个月工资，今天刚刚发了1个月的，所以我现在非常珍惜这份工作。谁敢砸我饭碗，我就拧断谁的脖子。大哥，这鹅好大，比我家藏獒还大。你能不能闭嘴？债务我们认，但利息不认。你可以去告我。顺便提醒一句，大门口有8个监控机位，你刚才带人闹事的样子已经360度无死角入境了。我们账号现在80万粉丝，明天的头条标题我都想好了。落魄动物园爆红第1天，黑道上门强收高利息保护费。你猜猜，全网网友加警察叔叔会站谁？行，动物园火了是吧？小姑娘，你守不住的。刘老板在本地放贷10几年了，他绝不会善罢甘休的。对付我们，他会用最简单、最致命的一招——举报无证养妖。妖怪还需要证？需要。
全称是异常生物与非人类智慧体特殊栖息地经营许可证。我们有吗？华青青，你不是说你是正经妖怪吗？你的证呢？老板，持证的前提是有人愿意去相关部门给我们办。这园子换了3个管理员，全跑不路了，只有你姑姑答应给我们办。那他办了吗？他说，等动物园盈利了，有钱交罚款了就去办。所以他对你们的承诺跟发工资一样，都是等盈利。是的，然后一直亏到他驾鹤仙去。我姑简直是 PUA 画饼和延迟满足的终极宗师。延迟了，但永远没满足。完蛋！楚小姐，妖管局真的来了！万之，妖管协会监察部接到群众举报，南山动物园涉非法收容野生妖怪，违规对公众营业，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万监察，里面请。你不惊讶？万监察，自从前天早晨一只大熊猫开口跟我要加冰生椰拿铁之后，我对世界常识的接受度已经彻底跌破海平面以下了。老猫，哎呀，小万嘛，哪阵风把你吹来树脑壳了？你们俩认识？他以前来过嘛，几十年前来着。50年前，他还是个穿开裆裤的小年轻，跟着他师傅来蹭过老子的竹笋。我不是来叙旧的。如果手续不合格，依法查封。小万，你说话要讲良心，是他们先拿麻醉枪指我，老子一个都没杀。其中有3个人粉碎性骨折，那说明是组织自己有想法，关大熊猫什么事？大熊猫能有什么坏心眼儿？万监察，从法律角度来看，这属于极其正当的防卫，而且他现在已经改过自新，是个年融收8万的短视频头部博主了。啥子？8万能换成多少杯奶茶？过去3个月，南山周边17家农家乐连环遭遇食材失窃案，失窃物资包括大蒜5斤、干辣椒10斤、2块陈盐老腊肉，以及一坛泡了3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老坛泡椒。读书人怎么能叫偷嘛？那叫食材借鉴。万监察，其实那些农家乐老板早就撤案了，因为棒棒每次拿完食材，过2天就会送一盘做好的顶级川菜回去。上周隔壁张大爷吃完辣子鸡，还哭着喊着要给棒棒送一面以厨服人的锦旗，还问他能不能去店里兼职行政总厨。这个方案不行，缺乏抓手，底层逻辑不通，建议推翻重来，加钱。这2只八哥妖曾在国内某顶级互联网大厂分别担任高级产品经理和资深后端开发，因为连续3年遭遇996和007的蹂躏，双重度职场 PTSD， 被前园长楚云飞当成流浪动物救了回来。客户要改需求，明天就要上线。全推翻重来啦！跨越物种的同胞们，我懂，我都懂啊，我都懂啊！报告，园区安保一切正常，虽然目前处于欠工6个月状态，但职业尊严绝不容许降低。大鹅，天鹅妖，年龄63岁，曾在园区防卫中独自追击2名偷猎者整整3条街，最后导致偷猎者因极度恐惧，不得不主动拨打110向警方寻求庇护。检查结束，南山动物园存在以下严重问题：妖怪证件全无，全员黑户，场馆设施老化，安全防护近乎于零。按规定，即刻起暂停营业，限期整改。如果不合格，直接查封，所有妖怪强制收容。查封了，我的那1个月补发工资还能拿到吗？我的大圣食堂要夭折了！万监察，给我1个月时间。按规矩，最多15天。25天？规定就是规定。你当是在菜市场买菜？23天，万监察，我是从大厂出来的，我的成本和风险意识比你更强。你今天要是把这儿查封了，你看看你带得走这群妖怪吗？他们留在这儿，有饭吃，有编制，有工资，有粉丝喜欢。给我21天，3周时间，我把证件补齐，场馆整改完毕。要是做不到，我亲自把手铐戴上跟你走。21天，成交。哎呀，万监察辛苦了。天气热，要不要喝杯老猫特调爆柠绿茶再走？老猫请客。老子没说过，老子不请，要给钱的。爪子乱扛他人之开哇，
爬开！整改的21天，那是人生渡劫的21天。第一天补妖怪登记，坐在办公室里，面对一摞表格，姓名、种族、年龄、危险等级、技能、是否有攻击史、是否适合对公众展示、年龄。写不详。到底多大？500岁左右嘛，哪个记得清楚？超过500，应该超过600，不晓得。你礼貌吗？那就写约500岁。要得。姓名花青青，种族青蛇，年龄女孩子的年龄填表不聊天。187岁，按标准算年轻，按标准算年轻。技能财会管理、税务优化、商务谈判，这是我的核心竞争力。我们是动物园，不是。算了，技能写财务、税务谈判。到我了不？你先把手擦干净。技能做饭、川菜、猛火，还有呢？颠勺、刀工、火候控制、食材获取。那个后山采的，厨艺精湛，创新意识强，食材获取方式有待规范。八哥和哥巴的登记最省事儿。姓名八哥，工号哥巴。技能呢？需求分析、快速迭代、跨部门协同、赋能业务。行，就写这个。姓名大鹅，种族天鹅，年龄63岁，技能站岗、巡逻、威慑，是否有攻击史？有一次，去年有个小偷想偷厨棒棒的锅，被我追了3条街。小偷主动报警，说情愿坐牢也不想再被天鹅追。第10天，动物园焕然一新。第12天，整改的同时，动物园的衍生业务也铺开了。3个奶茶品牌找上门求合作，老猫选了一个国产品牌，理由是他们家用真茶叶。配方不复杂，就是茶叶要好，奶要鲜，糖要少。奶茶业务毛利68%，你门票还赚，比门票赚得多。老子早说了嘛，奶茶是好东西。网友自发在美食平台上建了大圣小厨的栏目，评分4.9。我也要考厨师证。考，但有一个条件。沙子，考试用的食材自己买，不能去借。我存了钱，买。你有钱？大圣小厨的分成，你上个月说食堂盈利分我10%，我算过了，买2斤里脊、3斤鸡腿、1袋干辣椒，还有剩。这只猴子除了偷菜这个毛病，其他方面真的很靠谱。第21天，万芝兰复查，这不算假话。当然不算，特殊个体4个字字字属实。备案编号是我帮你编的，编的就是真的。你们妖管协会的编号难道还有假？比预期好。那能营业吗？临时许可证可以发。真的？但有条件。什么条件？妖管协会会派出1名监察员，长期监督。谁？我。万监察，你这算不算公费逛动物园？是监管。老板，他是不是想白嫖门票？花青青，你3年前的财务申报记录我调过。欢迎万监察入住，我马上去准备入住文件。行，欢迎万监察入住。另外，南山动物园需设立妖怪行为规范制度，公众展示需提前报备，直播收益需依法纳税，妖怪不得私自离园，不得以妖术诱导游客消费。那我的厨艺算不算妖术？天然厨艺不算妖术。那我没事了。万监长，我问个实在的，你们妖管协会的底线到底是什么？老猫品奶茶品出茶叶产地，这算不算暴露？底线是3个字，不能说。什么不能说？妖怪不能说自己是妖怪。除此之外，
动物展现出远超同类的能力，只要不涉及人类语言的公开使用，不涉及妖力的直接外显，不涉及对人类社会秩序的主动干预，均属于行为展示范畴，归地方文旅部门管理，不归我们管。所以老猫可以说第3杯奶茶茶叶没放够，但不能说老子是500年的熊猫妖。对。厨棒棒可以颠勺做川菜，但不能在直播里说我用妖力控制火候。那我之前让老猫说退货，那个算消费者权益保护，不违规。所以你们妖管协会的执法标准本质上是一个语言审查制度，可以这么理解。喝奶茶算不算妖术？不算。那老子也没事了。小时候来过，那时候还是个愣头青。身上有草木灵气，不像人类。他应该多吃点儿。这个方案还行，不用改了。万监察，你的巡逻路线要不要跟我排到一起？上午9点到12点我已经排好了，下午3点到5点半也有固定路线。如果你要一起，我把后半段留给你。忽然有一种奇怪的欣慰感，就好像这个动物园又多了点什么，多了一个人，一个看起来冷冰冰但实际上很认真的人。你在给他泡茶？奶茶糖分太高，偶尔要喝点真正的茶。这娃泡的茶确实安逸。万监察，你手上那个是？旧伤。万芝入住第10天，我已经连续加班2周。喝了，防止过劳。忽然想起老相无意间提过，人参精每隔100年左右会自然脱落一批老须，脱下来的须子泡茶效果最好，但产量极少，所以草木精通常留着给自己补气，从不送人。加班到早上，花青青还在说个不停。老板，你知道人参精把自脱的须拿来泡茶是什么意思吗？什么？在我们妖怪的世界里，这叫分命，就是把自己的寿命分给对方。量很少，不会真的减寿，2-3天就补回来了，但意义比送任何东西都重。他为什么给我？我可没说为什么。不会吧？也不是不行。老板，需要帮忙吗？不用，我在做心理建设。好的。唉，它真的是一只很省心的天鹅。开放文旅集团来人的那天，我正在试喝新品。老猫，这口感是不是太寡淡了？没爆棚的快感啊！这是为了让那些城里人喝到竹子的清香，懂不懂？奶茶不是糖水，是艺术。老板，门口停了辆劳斯莱斯，文旅集团的开放来人了。你好，我是开放文旅集团的陈东，想必你们也知道我的来意了，可以替你还清所有债务，另外再给你个人5000万。陈副总，5000万买我这破摊子，你们想要的没那么简单吧？知道太多对你没好处，小姑娘。巧了，我失业那天就知道这句话了。动物园不卖，门在后面，慢走不送。记得结一下今天的奶茶钱。你以为你能守得住？开放集团的股东里，有你姑姑都对付不了的大妖。蓝山地下埋着大地灵脉的一条主干，封印锁住了妖气，防止灵气外泄引来争夺，就在地下30米。所以动物园必须开在这里。封印需要活气滋养，游客的笑声、行人的喧嚣，甚至是厨帮帮炒菜的火焰，都是封印的能源。你把动物园关了，封印慢慢减弱，地脉就会暴露。所以李傲天那帮孙子不是为了做文旅，他们是想让动物园彻底停业。他不用触发阵法反噬，就能直接抽走灵气。对，睁眼就是老子。老子活了500年，每天在这儿趴着喝奶茶，不是为了装可爱，是为了维持封印运转。如果封印炸了，老子第一个灰飞烟灭。我姑的旧办公室还有东西吗？南山封印节点分布图，留给一南，看完烧掉。一南，姑姑这辈子做了很多荒唐事，年轻时做生意亏了钱是真的，
跟家里吵架断绝关系是真的。最开始开动物园只是为了躲清静，也是真的。但后来我发现地脉的那天，一切都变了。债多了不愁，这些妖怪保护了我，我也得保护他们。你别怪姑姑瞒你，有些事知道了就跑不掉了。我现在问一个问题，你们每个人都得回答。楚云飞欠刘老板那500万，还剩多少没还？320万。开放文旅的收购报价是替我们还全部债务，加5000万现金。我拒绝了。所以现在我们要靠卖奶茶、做川菜、当网红、当保安，在黎傲天下一次动手之前，把320万还完，把封印加固，把动物园合法化了，有没有问题？安逸。没问题。安保标准绝不降低。这个方案可以。完了，这哪是动物园啊？这简直是南山打工互助会。开放开始出手，先是网上出现大量黑稿，然后是实际行动。有人在园区故意闹事，凌晨翻墙试图闯进熊猫馆。报告，人跑了。你咬他了？没咬，就追着叨了几口。鹅是靠嘴的，不叫咬，叫叨。他没有，我嘴酸。有受伤吗？监控拷一份，报警。私闯园区加危害动物安全，够他喝一壶的。已经报了，说天亮来取监控。水军来源查到了。开放？还有更大的一层。开放背后有妖族资本，为首的叫李傲天。谁？一条有1000年修行的鲤鱼。你现在退出还有时间。你觉得我会退出？我希望你不会。陈副总说了，只要拍到熊猫发狂的视频就行，最好刺激它撞玻璃，制造危险画面。上次那只天鹅追了3条街，这次绕开它。事成之后尾款30万。放心，就是只熊猫，能有多大？拍到熊猫发狂，刺激它撞玻璃。什么鬼？就是只熊猫，能有多大？这段对话全记了，一字不漏，半个字都不漏，半个字都不漏。你们这叫复读。是音频还原，无损格式。今晚不整活，说一件正事。李傲天被限制出境，暂时动不了动物园。暂时够了，能拖一天是一天。你一直在拖，不然呢？我一个开动物园的，又不能去打鲤鱼。你不怕他？怕，但怕有用吗？怕就不开门接了吗？老猫的奶茶档口还要赚钱，楚邦邦的食堂还要翻台，大鹅的巡逻路线不能断，日子总要过，饭要吃。你真的很像他。骗你的，但你摸耳朵这个动作已经很说明问题了。又在看你的5000万遗产。早不是了。泡参茶这件事对人参来说不单纯是工作，人参每隔100年自然脱落一批老须，修为存在里面，自己收不回来，分命。你知道花青青说的，存了60多年的老须从不送人。从第一天你在门口讨价还价开始。所以你是被我的讲价能力折服的？不全是，你把这里的每一个动物都当成了朋友，而不是需要被关起来。你真的很像他。谁？你姑姑。这是夸还是骂？夸。老板，他说你像楚云飞，你知道在我们的语言里这是什么意思吗？什么意思？意思是你在他心里
已经是值得用生命去守护的人了。半年后的南山动物园，阳光炽热而明亮，崭新的检票口抬起了望不到头的长廊。你笑了？没有。你耳朵红了？